到目前为止，你肯定听说过这个消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起诉了币安，同时也起诉了 Coinbase。然后在星期五呢，两个大型基金抛售了他们的山寨币。消息一出，几乎所有的币种，除了比特币和以太坊以外呢，在一天之内大幅下跌，跌幅达到了28%，甚至更多。但是无论 SEC 他们搞什么花样，这并不代表是加密货币的终结，因此大家不要感到心累。在这个视频中呢，我将会列出3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加密货币依然还会继续存在。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这个频道，我叫币圈大马哥。无论你选择投资这些项目，还是加密货币领域的其他山寨币，必须注意，我不是金融或投资顾问，我的建议只供大家参考。我很开心可以获得 Bybit 和香港著名的 Coinex 交易所的支持，这2家交易所一直保持着安全的良好记录，建议你可以试试这2家可靠的平台。在开始前呢，我要分享2个 Bybit 的活动啊。第一个活动呢，就是 Ethereum Rush。首先你要注册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开始交易。但是不要随便交易，你要交易特定的合约，包括 ETH、USDT、ETHUSDT、ARB-USDT、Matic-USDT、ETC-USDT 和 Sui-USDT。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达到至少10万美元的交易量，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作为 taker 进行的交易，意思就是你的订单是跟别人的订单立刻交易的而不是挂着等别人来买。最后呢，就是根据你的交易量，你会被分级并且排名，交易的越多，你的级别就越高，也就是赚取更多的奖励。那我们来谈谈奖励的部分。这个活动呢有3个级别的奖金池。级别1和级别2的奖金池可以瓜分30万美元，而级别3的奖金池呢，则可以瓜分40万美元。这意味着呢，你的交易越多，你就可以赢取更高的奖励。那最后一个活动就是 USDT Gold Rush， 出借和质押赚取高达14% 的年化收益率。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安全可靠的方法来增加你的收益， USDT Gold Rush 的活动就是你最好的选择。这个活动呢，包括3个子活动，让你灵活的可以选择合适你的赚钱方式。活动1就是出借你的 USDT，赚取高达14% 的年化收益率。在 Bybit Lending 的平台上借出你的 USDT， 你有机会每1个小时赚取高达14% 的年化收益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14% 的比率呢，只是作为参考，实际的利率可能会有所变动。那活动2就是质押 USDT， 赚取8% 的年化收益率。活动时间是2023年的6月7日到6月22日。通过一键操作，你就可以在固定存款上赚取8% 的年化收益率。那活动3呢是给 VIP 独享的，也就是 Saving Bonanza， 赚取高达10% 的年化收益率。那活动时间是2023年的6月6日上午10点 UTC 到2023年的6月21日上午10点 UTC。那作为 VIP 的用户，在 Bybit Saving 中质押 USDT， 你就可以享受高达10% 的年化收益率。如果你对此感兴趣，不妨可以参加这2个活动。祝大家好运，我们现在开始吧。那我相信呢，这几天是大家最痛苦的1年之一。那也许呢，这波熊市很有可能还会持续一些日子。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呢，这里是我第一个理由，逻辑非常的简单，加密货币是全球性的。那现在呢，1/5的美国人，或者是说28%，以某种方式去使用加密货币。懂的人相信你都懂。而在一个拥有3.2亿人口的国家，这已经是很多人了。以28%来计算，保守估计大约有6400万人都有在投资加密货币。那加密货币呢，不仅仅是关于美国、北美或者是西半球，它是多国和跨国的。那举个例子来说，单单只是印度呢，就拥有刚才我所说到的6400万美国人的2倍，大约有1.15亿的用户。那大家再看看中国，那中国的话呢，几乎拥有与美国相同的用户数量啊，而且加密货币在中国是非法的。所以如果中国的12亿人口中的 5.5%， 也就是大约6600万人口呢，正在使用加密货币。而且你得知道，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的比特币持有者之一。虽然说目前大部分的加密货币的投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都在美国啊，那如果这一次打击加密货币的行动成功的切断了加密货币的发展，这很有可能呢将会再一次导致市场恐慌。
但是大家必须注意，这不是很多人都认为的加密货币完蛋了。因为在其他高人口的国家，至少或者是接近28%的人都有在使用加密货币，比如 Nigeria、印度、马来西亚、巴西等等的，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还有很多想要发展加密货币的国家，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崛起，比如迪拜、新加坡、伦敦、Malta 和 Switzerland。所以即使是最坏的情况，假设 SEC 确实把加密货币驱逐出美国，这不会阻止其他国家继续发展加密货币行业，相反的，这将会是其他国家崛起的机会。世界不仅仅是美国了，而且位于美国的加密公司可以简单的搬到其他合法的国家去发展加密货币行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基本面。那很多的山寨币其实他们的基本面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如果有的话呢，那就是他们正在不断的进步，让更多的人加入加密货币的世界。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币种。那我相信呢，你对其中很多都非常熟悉，比如 Matic、Atom、ADA、Luxo、XRP、BNB 和 Sandbox。所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些币种呢，在他们的区块链和技术上，现在和1周前除了价格的变动以外呢，这些币种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我们来看看刚才提到的4个排在 Top 20的币种的其中3个 Matic、Atom 和 Cardano。与1周前相比呢，基本面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如果你喜欢他们的基本面，比如他们的路线图啊、未来的愿景、他们的抱负、代币的流动性等等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实际上呢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哦。那第4个币种呢是 XRP， 那 XRP 现在的情况呢是比1周前还要更好的哦。那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和观点表明啊 ，XRP 可能会赢得他们与 SEC 的官司。所以说到底，如果你是 Polygon 和 Cardano 的粉丝，当他们的价格分别为83美分和37美分时候，你会选择买入吗？那么到了今天，他们的价格是分别为64美分和28美分。在本期视频录制时，这些币种已经打折了27%和23%。当然，就我个人而言，这只是我的看法，也许你会同意，也许你不同意，但这一些呢，都是我所看到的。SEC 是不会把这些项目赶出美国的。那如果你赞同我所说的，那么为什么现在不抓紧这个机会呢？一旦风波平息，牛市一定会再一次开启的。当然，如果 SEC 坚决要求不让美国人参与加密货币，那么世界上最好的加密货币公司和平台将会在其他的国家找到生存之处。但这些项目呢，是不会因为美国而停止。那第3个理由就是比特币和以太坊的相对强度。那如果 SEC 没有看到加密货币的价值，他们是不会攻击加密货币的。那为什么 SEC 坚决要监管加密货币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那相信你们可能会知道这段话。首先，他们会忽略你，然后他们嘲笑你，然后他们与你战斗，最后你获胜。那如果加密货币没有直接或间接对 SEC 的利益构成了某种威胁，他们其实不会那么得空要去监管这个监管那一个的，还说要抽税。很多人相信呢，其实加密货币确实已经对这个美国构成了威胁，并且已经存在了加密货币经济体。加密货币以比特币为基础货币，以太坊和稳定币呢作为支付货币。最终你会发现，现在的人不会像以前那样需要美国银行或者是 SWIFT 的系统来转账，可以说现在呢已经不需要他们了。换一句话说，很多东西正在改变，而且由于比特币很大程度已经被视为一种商品，而不是证券，所以它并不像其他的加密货币那样受到影响。好消息是呢，以太坊看起来也正在走向成为一种商品。无论这是不是100%的正确，但市场似乎相信这是事实。所以比特币和以太坊没有下跌20%或者是更多，而是分别下跌了大约2.9%和6.4%。那对于全仓山寨币的人来说啊，可能有点痛苦，但不会像之前的 FTX 暴雷那么严重，因为市场知道这2个大佬BTC 和以太坊是不会消失的。那如果其他加密货币不可以交易，他们还是会选择交易比特币和以太坊。而且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以太坊呢转出交易所，在 Uniswap 或者是 PancakeSwap 交易其他的山寨币。比特币显然是整个行业中最安全的投资代币，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全球范围内具有清晰定位的代币。
所以大家不要绝望。从长远来看呢，跌的越多，未来涨的就越高。未来的某一天呢，我们将会看到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历史新高，特别是我在视频中分享的这些币种。那么这期视频呢，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我是币圈大马哥，我们下一期见。